男人是家里的顶梁柱，所以平时呢要多注意保养身体。但很多男性在生活中有一些不好的习惯，都会加大疾病风险，影响寿命。那寿命短的男性通常呢会有3个特征，希望你一个都没有。1. 肺活量较小。肺活量和我们身体各项机能和新陈代谢有很密切的关系。通过肺活量能够体现出身体的心肺功能以及供氧能力，所以肺活量越小，说明心肺功能越差，这样对身体健康呢也有影响，不利于长寿。2. 血管硬。年轻的时候血管都是富有弹性的，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或者是不好的生活习惯，都会导致血管变硬老化，使血管出现堵塞，形成血栓，这样对健康和生命都会造成很大威胁。3. 关节硬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会发现手脚关节会变得僵硬，出现各种关节疾病，这样也会影响到寿命。所以男性朋友，上面这3种特征如果都没有的话，恭喜你，相对来说容易长寿。不过平时呢还要多注意保持运动，学会释放压力，保持一个好的心态，也可以经常的用菊花和黑枸杞泡水喝，对健康长寿都有帮助哦。哎，我看你怎么老捶你那个腰呢？这2天早上起来就腰酸背疼的。啊，那你赶快检查一下肾吧，看看是不是肾出现问题了呀？肾脏的健康呀，对于男人来说呢很重要。那肾脏好的男人一般都是充满魅力的。那怎么知道肾脏是不是健康呢？那早上起床后若有2个表现，说明肾脏不好了。表现1，晨起后腰酸腰痛。肾脏是位于腰的2侧，如果早上起床后出现腰酸腰痛的情况，就可能是肾不好了。而且呢，腰痛的情况不止发生在早上，别的时间也会出现。表现2，晨起后浮肿。肾脏是利水排毒过滤的器官，如果肾脏出现问题，毒素不能及时排出体外，积聚在身体里，早上起床后就会出现水肿的现象，尤其呢是眼皮和四肢。如果连续好几天出现这种情况，就要注意了。如果晨起后你没有出现上面这2种表现，说明呢肾脏还算健康。那肾不好的朋友可以常做一个动作，站桩。自然站立，2脚打开与肩同宽，双手在腹部前面合抱，大约呢和肚脐一样高，2手臂抱成圆，2腿微微弯曲，膝关节向2边打开，坚持1分钟站起来，放松一下，然后再做5次。每天坚持这个动作，有充沛肾源、强筋健骨的功效，对养生。沈哥今天下班别忘了提醒我去买点香菜啊。买那玩意儿干啥呀？回家做菜吃呀。那玩意儿那么大味儿，咋吃呀？多好吃呀！而且吃香菜对身体还有好处呢。香菜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会吃到的，因为香菜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儿，有的人喜欢吃，那有的人就讨厌吃。香菜含有的营养呢非常的丰富，经常吃香菜有2个好处会悄悄的找上你。好处1，保护眼睛。现在的人呢，不是对着电脑，就是整天的盯着手机看，导致眼睛疲惫不堪，出现很多问题。这时不妨适量的吃一点香菜，香菜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A， 可以调节视网膜感光物质合成，能缓解眼睛疲劳，预防近视，起到保护眼睛的作用。好处2，提高免疫力。香菜中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和维生素，有很好的杀菌消炎作用，可以防止细菌和病毒的感染，对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很有帮助。经常吃一点有利于身体健康。那吃香菜虽然有好处，但是呢也要注意不能够多吃。还有身体比较虚弱、有风寒感冒的人最好沈哥，你说我这手这长可多小水泡了，而且还可痒了。哎呦，那你别挠啊，越挠越多呀。是吗？那春天到了，天气越来越暖和，但是呢，很多人手上开始长一些透明的小水泡，而且还很痒。水泡破了以后呢，还会出现脱皮、干燥的现象，一般呢都长在手的侧面、手掌或者是脚掌上。那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其实这些小水泡叫做汗疱疹，是皮肤湿疹的一种表现，一般发生在手脚汗腺比较发达的地方，有一定的季节性。而且呢，这种小水泡很容易反复。那有的人就会问了，会传染吗？
其实啊，这种小水泡属于真菌感染，一般呢不具传染性，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。那出现小水泡要怎么办呢？首先不要挠它，手脚尽可能的少碰水，在季节交替的时候多擦乳霜，还有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，这样可以帮助预防小水泡的发生。我发现你最近你那2个鬓角怎么长白头发了呢？是不是肝火旺了呀？你咋知道的？那不同位置长白头发可是预示着不同的健康问题啊。由于现在生活工作压力变大，很多年轻人呢都出现了白发。其实这可能是身体出现了问题，后脑勺长白发可能是肾气不足了，可以呢多吃一些补肾的食物，比如羊肉、栗子等。前额长白发可能是脾胃失调了。那脾胃不好的人会出现腹胀、腹痛、大便稀等情况。两鬓长白发可能是肝火旺盛了，这时呢要清淡饮食，多吃芹菜、莲子粥等。白发多的人啊，平时要保证营养均衡，有一个乐观的心态。除此之外，还可以用按摩的方法长按一个穴位——翳风穴。翳风在耳垂后方乳突下端前方凹陷处。翳风呢归属于手上阳三焦经。按摩时用食指顺时针按揉1分钟，再逆时针按揉1分钟，力度适中。按摩适中可以加快头部的血液循环，起到通经活络的作用。坚持按摩可以缓解白发的生长。这眼睛咋紧绷的呢？那你还讲看手机吗？你再看你就该换眼镜了。哎呀，没事儿，我再玩会儿。现在的大多数人呀，上班对着电脑，下班呢盯着手机不放，使眼睛啊疲惫不堪，视力越来越差。不过不用着急，今天给大家推荐2个光明穴，坚持按摩有助提升视力，让眼睛更健康。第一，后溪穴，在我们小指的外侧，当手握拳时，感情线的尽头就是后溪穴，归属手太阳小肠经，是奇经8脉的交汇穴。按摩时用大拇指按揉5分钟左右即可，每天按2到3次，力度适中。按摩后溪有通督脉、泻心火、利眼目的功效。坚持按摩可以帮助保护眼睛，预防近视眼。对于长期在电脑前工作或者学习的朋友，可以将后溪穴放在桌沿上来回滚动。第二，睛明穴，按压眼头时摸到骨头凹陷处就是，按压时会感觉鼻子深处受到刺激。睛明穴属于足太阳膀胱经，按摩时用食指做圈状按揉，每次2到3分钟，最好呀每隔2个小时按摩1次，对缓解眼睛疲劳、预防近视有很好的作用。那如果呀这2个穴位每天配合着用，效果呢会更好。视力不好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，欢迎收看侃侃养生。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血糖升高，尽量戒掉2个习惯。高血糖相信大家都不陌生，由于饮食结构的变化，出现了高血糖的人越来越多。如果血糖居高不下，很可能发展成为糖尿病，对身体健康危害极大。所以一旦发现血糖升高，尽量的戒掉2个习惯。第一，爱喝含糖饮料。含糖饮料中含有非常多的糖分，如果经常喝，会导致机体葡萄糖摄入过多，加快血糖上升，所以尽量少喝。平时可以多喝水。第二，久坐不动。现在很多人由于工作原因久坐不动，如果经常不活动，会使新陈代谢变慢，下肢血液循环不好，从而引起高血糖。建议大家平时多活动活动，没事的时候锻炼一下身体。所以日常生活中最好戒掉这2个坏习惯。想要平稳血糖，可以做好一件事，就是经常运动。合理的运动是降血糖的重要环节。那下面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单腿下蹲，自然站立，2脚打开与肩同宽，右脚往后退1步，弯曲膝盖，但是不能触碰到地面。左腿大腿与地面保持平行，左脚跟用力支撑，保持10秒，起身再换相反的一侧。每天做3到5分钟，每天坚持练习，帮你轻松的控制血糖。我们的好朋友木子，欢迎收看侃侃养生。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，女人如果子宫不好，月经会有3次痛风暴泻。子宫对女人来说非常重要，每个月来月经、内分泌、衰老等都和子宫有很大的关系。通常情况下，子宫越光滑，身体就越健康。如果子宫不好，月经会有3次痛风暴泻，要重视。1. 经期短，
正常情况下，每次来月经呢，大概持续3到7天左右。但如果每次来月经时间不到3天，而且距离下一次月经时间长，就要小心了，可能是子宫受损了。2、痛经。痛经相信很多女性都经历过，如果是痛到无法忍受，就要警惕了，可能是子宫淤血过多，子宫发生了病变，最好去医院检查一下。3、经血颜色发黑。正常的经血应该是暗红色的，如果经血颜色很深，甚至出现黑色，可能暗示有宫寒的症状，这对女性伤害是很大的，最好及时的进行调理。那女性朋友如果没有出现上面这3个迹象，说明子宫保养的还算不错。不过月经期间还是要好好的护理，避免剧烈运动，注意保暖，少吃生冷和辛辣刺激的食物，这样才能保护子宫的健康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。养生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滋养调理，同样也是内心的一种修养。希望大家可以坚持下去。我们下期再见。